寻租空间 （rent-seeking space） 这个词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但它其实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简单来说，寻租是指个人或企业试图通过政治影响力来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政策制定或法律规定等方面。寻租的存在常常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和市场效率的降低，因为它鼓励了对政治游说和影响力施加的投资，而非对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改善。要理解寻租空间的意义，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它的起源和发展。寻租这个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 （Gordon Tullock） 于1967年提出，后来被安妮·奥克兰德 （Ann Kruger） 在1974年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奥克兰德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配额制度时发现，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取政府的特许权，会花费大量资源去游说政府。这些资源如果用在生产和创新上，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例如，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糖业保护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现象。为了保护国内糖农，美国政府对进口糖设置了高额关税和配额限制，这导致了国内糖价远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给国内糖农带来了巨大利益，但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和整个经济的效率损失。进入21世纪，寻租空间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寻租的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如今，寻租不仅仅发生在传统的政府许可和配额制度中，也广泛存在于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定、科技产业的标准制定，甚至是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政策中。在探讨寻租空间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寻租行为的增多。在中国，寻租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输送，以及通过政治关系影响政策制定。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影响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寻租空间的存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都构成了挑战。它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增加社会成本，甚至可能引发腐败和权力滥用。因此，理解和分析寻租空间对于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下一段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减少和防止寻租行为，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来应对这一挑战。寻租行为的控制和管理不仅是经济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各国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让我们继续深入了解这个经济学中既复杂又引人入胜的话题。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深入探讨寻租空间的概念后，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这个例子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寻租行为的具体实施和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始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糖农的利益，开始实施一系列的贸易壁垒，包括高额的进口关税和严格的配额限制。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国内糖产业不受外国低价糖的竞争，确保国内糖农的生计和糖业的稳定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在这个政策背后，国内糖农和糖业公司通过政治现金、游说活动和影响立法过程，成功地维持了对糖业的保护。这些行为使得他们能够在没有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获得高额利润。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也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糖价，导致了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和整个社会福利的降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保护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几个重要的后果。首先，它导致了市场失灵。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保护政策使得价格被人为的提高，扭曲了市场机制，减少了市场效率。其次，高额的糖价意味着食品加工业和相关行业的成本增加，
这不仅影响了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增加了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最后，保护政策还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为了维护糖业的利益，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了一个效率低下的行业，而这些资源如果用在其他更有生产性的领域，可能会为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此外，这种政策还助长了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不正当交易。行业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影响政策制定，从而保持其市场垄断地位。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政治的公正性，也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总的来说，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是一个典型的寻租现象。这个案例不仅展示了寻租行为的经济后果，也揭示了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利益输送问题。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寻租行为不仅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和公正，还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偏离公共利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那如何减少和防止寻租行为？通过不同国家在应对寻租挑战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探索出更有效的策略来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寻租行为的控制不仅是经济理论的重要课题，也是实际政策制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继续探讨美国糖业保护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其后果不仅限于糖价的人为提高和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实际上，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经济转变更为深远和复杂。首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保护政策导致的高糖价对整体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其经济结构中包含了众多以糖为原料的食品加工行业。高昂的糖价不仅提高了这些行业的生产成本，也削弱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糖果、饮料和烘焙食品等行业，由于原料成本的上升，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或寻找替代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其次，保护政策还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源应该被分配到最能有效利用的地方。然而，由于政府的保护，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被固定在了效率较低的糖业。这种资源的错配不仅影响了糖业本身的发展，也阻碍了其他更有潜力的行业的成长。此外，这种保护政策还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反应。例如，面对美国的高糖价政策，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对美国出口的其他产品施加限制。这种国际贸易的摩擦不仅损害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也可能对全球贸易系统造成不稳定。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保护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了不平等的影响。高糖价直接增加了普通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而受益于保护政策的主要是少数糖农和糖业公司。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加剧了社会的经济分化，可能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压力。最后，保护政策还可能助长政治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形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糖业集团可能会通过政治现金、游说等手段，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政治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也削弱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总体来说，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国内糖农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却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个案例清楚地展示了寻租行为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带来的广泛后果。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教训。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减少寻租行为的发生，并促进经济的公平与效率？通过对美国糖业保护政策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平衡，以及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寻租行为，以保障经济的长期繁荣与稳定。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了解了美国糖业保护政策对其本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之后，我们来看这一政策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糖业出口国的影响，以及它在全球经济中引发的连锁反应。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尽管是国内政策，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国界。首先，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全球糖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消费国之一，
其对进口糖的限制和高关税政策导致全球糖市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这对许多依赖糖业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例如，加勒比海地区的许多小岛国，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糖业出口。美国的保护政策使这些国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导致糖业收入大幅下降。这不仅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加剧了他们的贫困问题。许多糖农因为生计问题被迫放弃种植糖甘蔗，转而寻求其他生存方式，这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还引发了国际贸易纠纷。其他国家，特别是糖业出口国，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国家认为，美国的政策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自由贸易原则，损害了全球贸易的公平性。这种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也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此外，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还可能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从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升温。这种连锁反应可能导致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增长。总的来说，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不仅对其自身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全球糖市场和国际贸易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例子清晰地展示了保护主义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潜在危害，以及它对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在面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需要更加考虑其对国际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影响。只有通过合作与协调，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公平性。美国的糖业保护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全球视角和长远影响。